嗨，我是郑，这里是Sommelier Studio。看完了新能源汽车呢，这一次让我们来看看新能源摩托 Luxia R1。非常感谢威力中 iBlue 接触的场地还有摩托，想要购买或者是驾Luxia R1的朋友，可以去到他们的门店或者手臂啊。对了，他们还有卖重机哦。话不多说，正片开始。因为是 scooter 类型的摩托车呢，所以Luxia R1在外观上面的设计呢不会有太大的亮点，但是呢在细节上不免看得出Luxia团队想要以一些小巧思或者是小设计来赢得市场上的一些关注。在配色上呢，Luxia R1也大胆的使用类似于 Oregon Cat 的复古装饰设计，这呢也算是反向的在市场上给自己的车型找到一个适合的定位。除了在外观上的小设计呢，Luxia R1在细节上的小巧思也是下了不少功夫的，比如说少有的 LED 面板、自家的操作系统、手机应用、新增的一些辅助功能，还有全新的车机调教，这呢无疑展现出了Luxia身为新晋玩家想要突出重围的决心。在驾驶体验上呢，最直接的感受就是与新能源汽车一样，这类的产品呢就是一个字：安静。只需要轻轻的转动电门呢，车子就会丝滑的前进，转弯、直行都非常的顺滑。当然，用户也可以选择开启Turbo模式来寻获一些更刺激、更特别的驾驶体验。这个感觉呢非常的奇特，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第一时间呢就是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原来呢踏板车也可以这样的速度与激情。言归正传，虽然呢Luxia R1给我的驾驶体验呢是非常的震撼的，但是呢不得不提有几个稍微让我扣分的点。第一点呢，就是Luxia R1在转动油门的瞬间呢，是感受不到油门传递出来的阻尼感的。也许这次想要突出车子新能源的质感，或者是想要提升驾驶的体验，但是呢，在那一瞬间我是有那么一点点的缺乏安全感的。关于这一点呢，也许Luxia可以在未来的升级或者是改款里面呢，稍微多加一点自定义的选项。剩下的扣分项呢，等一下再说。车载系统呢，可以说是Luxia R1的另外一个杀手锏。虽然说是车载系统，但是呢，据说这个系统连接上了摩托车上的70多个传感器，为用户创造了一个更安全的驾驶环境，让出行更安全。换上了 LED 面板的Luxia R1，不仅让车子更符合智能的身份，同时呢，也让操作界面更直观。虽然不能手动来触摸屏幕，但是呢，Luxia团队也为此提出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解决方案，那就是这琳琅满目的按键还有按钮。除了有喇叭、方向灯、高低灯、启动按键这些基本的按键之外呢，设计团队也在这个非常小的空间里面呢，加入了其他的功能按键。通过这些按键呢，用户可以自行选择自己想要的功能模式或者是显示界面等等。虽然呢，现在这套系统只能简单的通过蓝牙来连接手机，也没有太多的特别的功能。但是呢，据说在不久的将来呢，系统会迎来一次全面的更新，到时候呢，用户就可以通过系统自带的一些功能或者是设置呢，来实现一些更强大的功能。除此之外呢，手机连接这一方面呢，也会迎来一个巨大的更新，到时候呢，会有更多更强大的功能加持，这一点呢是非常让人期待的。电池还有充电呢，也许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除了插电充电之外呢，Luxia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解决思路，还有2个解决方案。第一个呢，就是通过充电盒把电池从车上拿下来，然后放进这个特别设计过的充电盒，就可以给电池充电了。不过呢，拔出电池的时候呢，还是需要注意一下，因为呢，这个电池的分量还是不轻的。第二个解决方案呢，就是把没电的电池放进去这个充电站，同时间呢，充电站又会把已经充满电的电池给弹出来。这整个过程呢，据说还比加油还要快。除了在驾驶体验还有充电上的小创新之外呢，Luxia还在R1上面增加了一些小设计还有小功能，比如说 Dashcam 可以藏踏板，还有辅助推车。说到辅助推车这个功能呢，真的要给想出这一套方案的设计师加一个鸡腿。常骑摩托的人都知道呢，摩托车在往后退的时候呢，是非常考验腿部肌肉的，尤其是遇到高低不平衡或者说是视线受到阻碍的情况之下呢，有了这一套系统，就让退车这一件事情呢变得轻易许多了。
当然，如果你想问 Bluestar R1 它完美吗？答案是绝对的不完美。复杂而且繁多的摇杆可能让用户在出行的时候因为操作不当而遇到一些危机。相对封闭的充电协议呢，也有可能让用户在使用的过程中屡屡碰壁。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产品它永远不可能完美，而且更没有永远符合用户预期的设计。用户的需求还有习惯都一天天的在改变，更何况是产品的设计还有迭代。至于Bluestar R1适合哪一些人群，基于现在市场的情况还有产品本身的定位来看呢，智能摩托目前只适合那些有短行程的用户，比如说日常通勤、上下班，或者说是去附近的市场买一些杂货。如果想要靠它来进行远距离的长途跋涉的话，目前来看还不行。毕竟充电换电的解决方案呢，覆盖率还是一个难以攻克的问题。试想想，我们对摩托车的印象是怎样的呢？两个轮子，一个仪表，科技含量不是很高。对比汽车，它既不能够遮风挡雨，科技含量也远比汽车来得低。车辆逐渐智能化，也算是一个契机，让市场甚至是用户呢，对于自己的需求做出定义，还有思考，以及选择好用能用的产品。很多时候呢，用户更需要的是一个通用的产品。我是 John， 这里是Summer 146，我们下次见，拜拜。